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红豆切糕。据说上海有家店叫南大门米糕，特别火爆。我没有吃过，但是我今天做的这一款味道也很不错，特别的软糯香甜，而且自己可以控制糖的用量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红豆跟糯米控，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款。首先我们来制作切糕外层的蜜红豆。我们取半斤红小豆，红小豆呢比赤小豆颗粒比较饱满，加入重量3倍以上的水，在冰箱里面浸泡过夜。浸泡完的红豆体积明显变大，滤完水之后，这时候它的重量大概在430克左右。我们今天用电饭锅来做蜜红豆，加入比泡完的红豆重量越少一点点的水，大概380克左右，水面大概比红豆稍微高出一点点即可。然后就用电饭煲的煮饭程序 run 一个程序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在里面焖个半个小时。趁热加入白砂糖或者罗汉果糖。罗汉果糖属于是低能量的糖，我最近还经常用它来做一些甜点。搅拌砂糖跟红豆的时候，动作要尽量的轻盈，保证红豆颗粒的完整性。砂糖的溶解会带来一点点的水分，这时候的干湿程度正好，我们取出一半出来，自己可以配着酸奶或者别的东西吃。另一半我们用饭勺把它摁碎，用来做切糕。再在外面的红豆要保持一定的颗粒感，所以这里不要用破壁机去把它打碎。红豆一定要煮到这样用手一按就出泥的状态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加点水，用电饭煲的煮饭程序再煮一遍。所以说提前的隔夜浸泡非常有必要。这里也不要往里面加入黄油、炼乳等其他的材料，因为就红豆它自己的那种红豆的香味，加上一点点糖就已经很好吃了。另外一种把红豆弄碎的办法就是用擀面杖给它杵碎。红豆处理好之后，我们要把它放在模具的下面。我们取一个7分带高8寸的模具的底部，放一个7.5英寸的慕斯圈，用沾有油的厨房纸巾擦拭过后，铺上刚才处理好的红豆。大致把红豆都铺均匀之后，我们要把红豆压结实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，因为如果不压结实的话，一会儿倒上去的切糕的米浆就会从模具里面漏出来，同时米浆也会渗透到红豆的空隙里面，所以说这一步一定要把它压得非常的结实。然后角落上可能用饭勺压不到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刮摆的直角垫上一点保鲜膜，给它压平整。我这里的分量做出来的红豆切糕，外层的红豆是非常厚的，所以说也会比较容易掉下来。像外面卖的话，它都是薄薄的一层，这样的话它不会从切糕上面掉下来。所以说爱自己喜欢了，我觉得自己在家做就可以做的厚厚的一层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红豆。红豆处理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待用，来做红豆切糕的米浆部分。准备好各种粉类，糖、油跟水。首先我们加入糯米粉，糯米粉是做切糕类的基底，加入30克的豌豆淀粉或者是玉米淀粉，增加软糯口感。木薯粉是为了增加它的 Q 弹性，更有嚼劲。澄面是为了增加里面的韧性，让切糕更有韧性，因为澄粉平时我们是用来做那个虾饺皮的那个粉。把所有的粉类先用代抽搅拌均匀。我们取室温的水，加入砂糖，先把砂糖溶解在水中。因为一会儿的粉浆是比较稀的，砂糖如果不遇水溶解的话，有可能它会夹杂在某些地方，造成甜度不均匀。糖水加入到刚才搅拌好的面粉之后，继续加入色拉油，用代抽把它搅拌均匀。做糯米切糕的粉浆其实没有什么关键点，只要把所有东西都搅拌顺滑，搅拌细腻均匀，看不到干粉了，然后我们把它过筛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最后粉浆的状态是比较偏稀的。取一个可以放下8寸模具的蒸锅，把刚才准备好的红豆先放在上面，找一个筛网，把刚才做好的粉浆过滤到红豆上面。这个过滤是很容易的，一个人操作完全没有问题。过筛可以去除一些搅拌不均匀的干粉颗粒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蒸制了。
开水上锅或者是冷水上锅都没有问题，等冒气以后大概要蒸40分钟左右。判断这个切糕有没有蒸好的标准，你可以找一把刀，然后刮一下这个刀的中心，看看有没有白心，如果没有白心基本上就是好了，或者你多蒸久一点也没有关系。我们用小某刀把边缘划一刀，然后给它脱模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时候的红豆是很厚厚的一层，这时候可以直接给它切块。但是呢，为了做成像就是南大门那种切糕呢，我们要把它对半夹起来，把它一分为二，中间可以抹上紫薯馅或者是芋头馅、红薯馅等等。我今天没有抹，就直接把2块给它合在一起。切糕的刮板上一定要给它用厨房纸巾稍稍抹点油，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操作。这样我们的红豆切糕就做好了，特别的软糯好吃。如果吃不完的话，不要放在冷仓里面，直接放在速冻里面，要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蒸一下，或者微波炉大概10秒钟左右打到热就可以了。今天分享的这款红豆切糕呢，它的口感是更加偏糯，偏比较有嚼劲的这种口感。我以后还会分享另外一款，那一款是拿糯米粉跟粘米粉做的，做出来呢就比较偏软一点，可能更适合年纪大的人吃。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分享。今天我们的美食视频都分享到这里啦，我是毛毛，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烘焙美食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转发给您的家人跟朋友，支持我。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